种下了自由的种子，让它改变每一寸土地，带走了故乡的尘土，扬洒在我每一寸脚印。前路漫长，却不离不弃。风沙吹我脸颊，越痛越向前而去。就让岁月抚平这痕迹，任水送走这别离，待我归来时再拥抱你。时光吹着赤脚的孩子，奔跑迎接着风雨，待我归来时花开满这天地。我们部队啊，最近骄傲自满的情绪非常大，所以我认为，总结经验，克服骄傲情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会主要解决的2个问题。下面我们请彭总给我们做报告。用不着鼓掌。仗打得好不好，每个人心里啊都很清楚。打得好，这就给表扬。张宗逊率领的2纵，这次打得就非常好，死守立阵，困住萧金，保证了主力部队东撤的通道。宗逊啊，我就更应该谢谢你们了。要不是你们，我老彭就回不来了，那也就没有机会啊，站到这儿跟大家开这个会了。哼哼，有打得好的，也有打得不好的。4纵的王世泰。到，你打得好吗？还有你，张仲良。到，你这个政委当得称职吗？说说，是哪一个阻击的杏林镇，哪一个掩护的南庄李家？说。报告彭总，是我们4纵警备第3旅。彭总，南庄李家的事情，我有视察之责，请求处分。处分？老子要骂娘！我命令你们要掩护1纵、2纵打宝鸡，你们呢？磨磨蹭蹭贻误战机，我让你们夺取南庄李家，保证全军的集结，掩护主力部队撤退。你们呢？没有了解敌情，就擅作主张，擅自撤退，给其他的部队啊带来了严重的损失，让钱总整个暴露在敌人的攻击之下，造成了全军的被动。怎么的？还不服气吗？彭总，不是不服气，可当时的真实情况是，我们通讯反复失联，我们不清楚自己下一步的任务。对啊，我们派严奎耀去找过你们。对什么对？通讯失联，电话打不通，我派去的通信兵，你们没见到吗？还在这强词夺理，既不通知友邻的部队，也不上报钱总，想走就走，招呼都不打，组织纪律性呢？
彭总，无论您怎么处置我个人，我王世泰绝无二话。但是您不能给我们四纵扣这么大的帽子，我们担不起呀。还有吗？彭总，彭总，我们四纵最初的任务是在……住口！王世泰、张忠良，你们两个这样的态度是极端错误的。站住！走，把他们俩给我拉出去，关他们禁闭。是。走啊！还不走？出去！走走走。是。彭总，您消消气儿，啊！你们两个还愣在这干嘛？快去追呀！劝劝呀，快去呀！啊，走，快去追！彭总，彭总，彭总，你俩跟着过来干嘛？枪，帽子。打了这么窝囊的仗，又碰到这么两个顽固分子，我真想一枪把他们全崩了。彭总，消消气，消消气。小气，消气，消什么气？你不是过河爷还有三分火呢，我都被他们气炸了。翟司令啊，彭总啊，我说句客观的话，如果说这仗没打好，不光四纵，咱们西野4个纵队打的都不好，再加上宜川大胜之后，咱们部队一直有这个骄傲轻敌的情绪，这是事实吧？郑勋啊，你这是在替王世泰找理由推卸责任？是，都有错误，但是四纵这个错误是不是最严重的？是很严重，而且不可原谅。这个王世泰啊，这就知道说自己有困难，打仗，哪个部队没有困难？是啊，不过这次他们确实有实际困难。哦，你看，裴昌会的兵团行进速度如此之快，马基元的骑兵增援的也这么及时，这么坚决，这放在以前，胡宗南跟马家军他们可是见死不救的。是，这次却配合的如此默契，可见啊，宝鸡一战被我们打疼了，所以他们背水一战，倾巢而出。包总啊，咱们今天开会不就是想为了好好总结这件事情吗？总结，单总结是不够的，不能总是在客观上找理由，要在主观上找问题呀。如果一开始就按照既定的这个方针去办，该阻击的坚决阻击，该死守的寸土不让，这个仗还能打成今天这个样子吗？现在这个部队呀，一遇到顺风仗，嗷嗷叫；一碰到这逆风仗呢，鸡飞狗跳，稀里糊涂啊！四纵这次打的这个滑头仗，其实就是绕着困难，躲着困难走。批评他怎么了？还强词夺理。这样下去，以后这个仗还怎么打？彭总说的对，太不像话了。如果四纵再在这个王世泰的手下，这仗以后真的没法打了。俗话怎么说来着？兵怂怂一个，
犟怂怂一窝。哎，我说的是王师太，是吧？你瞧他今天在大会上啊，当着所有人的面敢顶撞彭总，彭总不用把他押到军事法庭去，我现在就地正法。张司令啊，你说的对，交给我。哦，我去。好。看着我干嘛？快去拦着他呀！是。主席。哼哈二将啊，配合的不错呀。好好写检查，把检查写好了，咱去给彭总认个错。认错可以，但不是咱四总的错，咱也不能大包大揽。咱俩现在是态度问题，咱俩要端正态度。这要不是钟勋把咱俩拖出来呀，那彭总真拿枪把咱俩毙了。毙了我也得把事实说清楚了。我是个共产党员，不让我说实话，我过不了心里这一关。还你那一关，你先想想怎么过我这关吧。有什么后话，说吧。钟勋，你啥意思？毙了你们啥意思啊？钟勋，别开玩笑了。谁跟你们开玩笑？站过去，站起来。你们俩今天在会上，什么态度？尤其是你，王师太，什么态度？我什么态度？我如实反映真实情况，我错了吗？真实情况是你们这一仗打得糊涂窝囊，是差点让人断了后路，全军都回不来。我们也真的很冤啊，那电话线断了，那联系不上。接到命令，我们就立刻赶到了指定位置。可是到了地方以后，跟钱总又失联了。接不到命令，我们只能原地待命吧。王师太，你到现在还没有认识到你自己的错误。我有错，我认，但我并没有全错呀。战役一开始，我们四纵就到处在救火呀，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到我们四纵身上吧？你还犟？我陈述的是客观事实。你信不信我先放了你？你这是干啥呢？你看你这是干啥？咱们从赵军、关中一路走过来，10几年老伙计了，你这干啥嘛？你还有脸说？仗打成这样，你们不嫌丢人？你们不嫌丢人，我都觉得丢人。是，我们给咱关中子弟丢人了。主席，你今天就是毙了我也得把话说清楚，要不然我这个心里头我是真委屈啊。王师太，你真是头倔驴！你当年杜衡把你从班长提到团长，老刘给你当参谋长，你见他喊过一句委屈吗？就你委屈。革命20年了，谁没一点委屈？你们俩给我好好写检讨。委屈的话不说，检讨的部分诚恳深刻。彭总干啥呢？在屋里憋了1天了，什么人都不见。彭总，回来了啊，毙了吗？我怎么没听到枪声啊？不是我下不去手啊。哦，一到禁闭室，俩瓜怂货。
在那儿写检讨呢。我看了，还挺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说了，明天上午来给你请罪，任由你处分。检讨、请罪，我最恨的就是这个东西。早知道让你别犯错误啊！你知道吗？战场上的指挥员，你犯一个错误会给部队带来多大的危害啊！是，像这样的人，就是枪毙。真要毙了？当然，好，只要您消不了这个气，我这就给他们崩了去。行，我还不知道你吗？嘿嘿，行了，别给我吹牛了啊！请坐，快来吧。哎呀，避也避不了，帮我看看工作总结吧。那不必了，避，听您的。彭总，这咋还写着写着，全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去了？什么叫揽到自己身上去了？问题出在下面，那责任不在上头吗？我这是当司令员的，这必须要承担全部的责任呢。实事求是的说，这回啊，是我呀骄傲自满了。我对胡马呀相互支援的这个兵力估计的不够，再有呢，对裴昌会兵团行进的这个速度，哎呀，这是我没想到的。哎呀，彭总啊，您这胸怀真让人佩服。怪不得林伯渠主席这么夸您呢。德怀，有德可怀，有为可畏。行，这让人行，心服口服。行，钟薛呀，哎呀，不用给我唱赞歌啊，这都不是你的风格。实话。下面呢，咱们还有很多大仗要打。这次这个仗没打好，大家呀，要好好的总结经验教训。我们的目的，不是说要惩罚谁，怎么样，而是要找问题，找到问题，解决问题，这才是我们的根本。是。回去啊，我也带着大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趁着这次机会，让各个纵队好好进行一次整训和反思。好，那您忙吧，我回了。哎，往哪儿走啊？不给我了？啥不给你了？啥不给？枪啊，人没毙了，枪也没了。哦，在呢，啊，就把枪还不就送我了？送你，贺老总不送你一把了吗？别那么财迷了。彭总，不是我财迷哦，是有人。走了。哎，来，你说完。小气。兄弟们，搬！可不敢大声，悄悄的吧。悄悄的吧，动作快一点。本手本脚，啊！
贾乡长，咱上次倒腾的那批粮食可卖完了，趁着现在黑市上的价格还不错，咱赶紧多倒腾几批呀！你敢不敢声音再大一点啊？让全乡人都听见。我跟你讲，你们几个最近给我消停一点。听说西北局那个习书记最近要来黄龙兴区视察，咱们先收收，等他一走，咱们再干一批他的，啊，好。走了，开会了，放下，放开，开会了，集合了，快！哎呀，快！哎呀，快！集合，别晒太阳了，快集合，开会了，乡亲们，开会了，过来，有重要的事情我要宣布啊！这个西北局的大首长要来到我们这里视察工作，这个首长有多大？我跟你们讲，你们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首长，激动不激动？反正我是非常激动，所以首长一会儿到了以后，我们一定要热烈的欢迎，好吗？现在跟我练习一下，来，热烈欢迎首长，欢迎领导，热烈欢迎贾乡长，乡长，叫上了你，乡长，习书记人已经到了。到了，在哪儿？你们这地上的啥肥嘛？猪粪、牛粪、驴粪，它们和到一块儿，全倒在地里了。哎，对，这粪上的好啊。可这苞谷种的啥品种？这我也不知道这啥品种，俺一直种的就是这苞谷。啊，我听说边区政府给咱新区调拨了一批优良品种。那俺不知道，俺这都多少年了，一直种的就是这种苞谷。那咱这一家有几亩地嘛？我屋里是4口人，不到5亩地。那这一年够不够吃？哎呀，不够吃啊，根本不够吃。这交了公粮以后就没剩下啥了，这一些人还饿肚子呢。这咋会饿肚子嘛？我一年交2回粮食，交完了以后就没剩下多少。你们咋交2回公粮嘛？你看我第一回交的粮食让附近土匪给抢了，我家乡上还说是我们要支援解放军打胜仗，要交粮食。要让共产党看到我们新区人的政治觉悟。这个事情还不敢往上头捅。你听他给你胡燃的。我跟你说，我带头抢粮食的土匪，就是他家乡长的亲戚。要我说，他俩是一伙的，把我粮食倒卖出去，赚高价哩。习书记，快让一下！这，习书记，哎呀，习书记，您就是西北局的习书记？我是。哎呀，你好，欢迎，我是乡长贾开明。听说西北局的大首长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我们这穷乡僻壤视察工作，那乡亲们都激动坏了，都列队欢迎您呢。走。你咋知道我来嘛？县上通知的。谁通知的？是这，习书记，您先跟我到乡政府啊，您一路长途奔波辛苦了，我让他们准备了好酒好菜，咱们边吃边聊。不用，我们带了干粮，你去忙你的，不用管我们。乡长，除了咱这平地，山地上种的啥嘛？这山地种的是豆子。这豆子收成咋样啊？这个是绰绰有余。
这豆子怕旱啊，这挑水上去可不容易啊。今年雨水足，大家的粮食，除了交公粮以外，各家各户都吃不完，根本吃不完。哎，小乡长，书记问的是乡亲，你别老替乡亲答话好不好？是，我这不是怕乡亲们不了解地里的情况吗？乡亲们种了一辈子地不了解，你了解？爷爷，我饿，我要吃馍。哎，一会儿回去了吃啊。看住，哎，不用，来，我回去吃，我回去吃。对，吃这。娃，慢慢吃，别噎着。你为啥这么饭啊？爷爷，你也吃。哎，也不我娃吃，娃，哎，够了，都给你。娃吃。这么好的地，却种出这样的庄稼，老百姓还饿肚子。乡长，不要怕啊，我们到这儿来就是想了解真实情况。你们有啥心里话，一五一十说出来。齐书记，抽烟。哎呀，贾乡长，还是你猜，这次整粮任务你们想完成的最好。我估计习书记召开这个会要表扬你，说不定还给你升官了。哎呀，你的思想觉悟啊，还有待提升啊！表彰、升官，你觉得我贾开明会在乎这些？我在乎的是对党的忠诚。哎，党既然把任务交给了咱，那咱必须是坚决完成。别看我的官职不大，那作用可大着了。哎，征粮任务要完不成，哎，那解放军就打不了胜仗，那能行？贾乡长呀，那你就给大伙说说，你是怎么完成的征粮工作？习书记，注意。啊，那好，那我就讲一下啊，关于这个征粮任务啊，的确是很有难度，我是想尽了各种办法，顶住了各种压力，才坚决完成。有很大一部分百姓啊，思想觉悟确实是不高，就是不想交粮食，还跟我讨价还价，你说，都是乡里乡亲，我呢也是左右为难，但是呢，党的任务在头顶，啊，我绝对是公私分明。对于那些油盐不进的老顽固，我准备就是用上一些革命的手段了。上啥手段？啊，那手段可多了，比如说这个，就是苦口婆心的给他们讲道理，没白没黑的给他们做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粮食实在交不上来呢，我就把我自己家里的粮食拿出来给填补上。胡说八道！贾开明啊，你真是我见过最恬不知耻的人。把我抓起来！等会儿，习书记，习书记，你这是从何说起啊？从何说起啊？你勾结土匪，倒卖粮食，欺压百姓，1年征2次粮，让老百姓饿着肚子，你自己大发横财，你狗日的坏到极点啊你！哎呀，习书记，你这是听谁胡嚷吗？这绝对是冤枉啊！冤枉！第一次是6月初3，你们在西安黑市倒卖25担粮食，第二次又倒卖了20担，2次一共卖了150块大洋，都是事实吧？贾开明，冤枉你了吗？哥，听不懂你在说啥呢？我知道，肯定是有人嫉妒我的工作成绩。韩柱，到，把人带进来。这儿，不是，习书记，肯
肯定是有人激动我，栽赃陷害呀，习书记，你可不要听他们胡燃，你看，你看，走。贾开明，这个人我不用再向你介绍了吧？长官，真不是我干的呀！说，那粮食可是你让我们卖的，你大头的钱不都给你了吗？钱不给你了吗？弟兄们没分到吗？你站住！把他拉出去！上来！习书记，上！包容解放，这个时候要不要慎重考虑一下？这还有什么需要好考虑的？这种人，利用职权之便倒卖粮食，越这个时候我们越不能手软，我们不能让老百姓寒了心啊！我下次再也不敢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带下去，给我一次机会。哎呀，我可是对革命忠心耿耿的新区干部，习书记。大伙儿都回去吧。啊，都回去吧。强书记，你留一下。是。子修啊，你我在关中就一起工作了，咱是老伙计了。你这工作咋干的嘛？是我工作失职，我有责任。你有责任，我也有责任。我是说呀，如果各个乡都像贾开明这样的人在，不用国民党杀回来，老百姓就把我们赶走了嘛。当然，我也知道新区的工作难做，缺人手。而且我听说最近附近还有匪患。是啊，就在昨晚，宜川一个村子里，刚派过去的2个干部，又被土匪和谍子杀害了。还有，村子被抢，公粮被抢，也不时发生。忠信同志，我这人手不够，严重缺干部。像贾开明这样，从国民党政府里留任下来的，身上有很多的恶习，我们只能一边观察，一边留用。没想到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出问题不怕，我们一起解决嘛。这样，我把刚调来的警卫营留给你，留下来帮助你们。忠信同志，你听我的，就留给你们。但是我们也不能一味的剿匪。这些土匪，大多数也都是穷苦人家的娃嘛。我们还是要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对于缴械的，要从宽，甚至要奖励，好好改造他们。好，我一定按照这个方针落实。关于你说新区缺人手，我从西北局调了一些老区干部来帮助你们，应该很快就到了。啊，太好了，忠信同志。谢谢你，咱们就不客气了。子修啊，关于土改，你也是老干部了。依我看呢，黄龙新区今年就不要搞这个土改工作了，把重点工作就放在发展生产上，你看怎么样？好。哎呀，跟你这么一聊我的工作思路一下就清晰了。田老师，习书记，习书记，辛苦了，辛苦了，一路辛苦了。你要的干部我们都征调过来了。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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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哎呀，谢谢。于凤同志，同学，一路辛苦了，一路辛苦了。习书记，人都带来了，你给大伙讲2句。好，同志们，下这么大的雪，大家一路辛苦了。接下来我们要投入到新区的工作当中去，面临的都是新情况、新问题，
肯定要比老区要困难得多，所以啊，希望大家要做充分的心理准备，也希望大家能够多花点时间到第一线去调研，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克服困难，因策施政。哎，习书记，这个好办，我组织人手下去调研，请习书记放心。那肯定放心啊，你马明芳同志是匹老马，老马识途肯定没问题啊。习书记这是将我的军呢，你习书记啊，大会小会上一再强调，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一定要分开，要注意工作方法。我这耳朵都快听出茧子来了。我在老马同志面前，那就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同志们，大家辛苦了啊！咱们稍微休整一下，吃口热乎饭，然后马上投入到新的工作当中去，好不好？好，好的，好的。来，同志们，跟我来。我拿吧，我自己能。秦老师，您得稍等一下。您现在是西北局的书记，别老师的，叫我老秦就行。那可不行，你永远都是我的老师。嗨，习书记，有什么任务你就交代吧。来，先坐，坐，快。哎呀，来，哎，暖手。好。去年9月份，王世坚在西安被捕叛变，导致我党的地下情报系统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直到现在都没有恢复元气。所以省工委的赵伯平同志和我商量，希望能派你去西安，领导秘密战线工作。好啊，这是我老本行啊。是啊，我们马上就要解放西安了。您到了之后呢，不仅仅是秘密战线工作，还要想办法尽快搞到西安的城防部署图，想办法去策动西安城内武装力量起义，包括厂矿企业、工商团体的引导和保护工作。这项工作很艰巨，但是也很危险，所以秦老师，你可千万要注意安全。秦书记，你就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我在西安等着你们。那就辛苦秦老师了。不辛苦。快，赶紧吃口东西。哎，好。好。哎呀，这雪真大。主席啊，仲勋同志关于这份新解放区的工作报告啊，谈得非常好。尤其是基本区、接敌区、新区分3类地区进行土改的办法，完全可以成为以后我们管理新解放区的基本框架。我看仲勋同志的这份报告，有必要立即下发各中央局，打铁要趁热，不要等过夜。陕北呀，是我们共产党的根据地，是我们的福地啊！我们马上要在全国各个战场和蒋介石的军队展开决战。决战之后，会有越来越多的解放区啊！现在的形势发展得很快，辽沈战役已接近尾声，淮海战役已经全面展开。我们华北军区部队啊，已将傅作义集团控制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地区，封闭了他所有南逃和西逃的路线。由此以来，傅作义已由惊弓之鸟变成了笼中之鸟啊！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就在眼前了。所以啊，我们要把工作提前做好啊！我看，我们应该考虑啊，尽快召开党的7届2中全会，讨论解放全中国，召开新政协，成立中央政府
等诸多问题啊。你叫叫。现在播报毛泽东同志发表的1949年新年贺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战争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时候，他们军队的数量约等于人民解放军的3倍半，他们军队的装备和人力物力的资源，更是远远地超过了人民解放军。他们拥有人民解放军所缺乏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工具，他们获得美国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经济上的大量援助，并且他们是经过了长期的准备的。胡长官，坊间有些传言，我想说给您听听。不过您可不要生气呀。说。坊间传言，西安是13朝帝都，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会是龙凤呈祥，唯独对于您，这里却是不祥之城啊。为什么呢？您想想，西安城往南20里是什么地方？终南山呐，终南捷径。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的字是寿山，寿比南山。这个终南山有终了之象，犯冲。我胡宗南是军人，不信这个邪。坊间传言也好，共产党的手段也罢，现在确实是大势已去呀。东北、华北、徐蚌全线溃败，国府已有轰然坍塌之象啊！无思也，无为也。既然不动，干而最通天下之故，懂吗？路边的小花在摇曳，摸一把泥土的温暖。当清风拂过我的脸，我回望的时候看见你。冬日走进了山，雪花划破眉间，留不下脚印和你的同伴。荒漠扬起的沙，狂风刺进双眼，却从未迷失的你的视线。你一定是看见未来我的笑脸，所以你燃烧自己，升起了炊烟，守着我的家园，抚慰每片屋檐，把眷恋化成了期盼。今夜我们的梦一定可以重叠，就像日出与大地的相见。每当清风拂面，你一定能看见每一个回望的笑脸。每